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你我都超级关心的话题，就是快乐。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聊的？我当然知道什么会让我快乐啊，对吧？比方说升官加薪，可以环游世界，或者在信义区买一间自己的房子，光想就很快乐了。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们这个用来规划未来、想象美好生活的大脑，在预测快乐这件事上，其实是个超级差劲的预言家呢？今天这个分享就是要来揭开这个关于快乐的惊人科学。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里藏着一个演化给我们的超能力，但这个超能力同时也存在一个几乎人人都会中招的致命缺陷。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在过去这200万年的演化里面，我们人类的大脑体积，你猜增加了多少？是将近3倍。这在整个演化史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而这个爆炸性的成长，主要就发生在一个叫做前额叶皮质的区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 CEO 办公室，它负责所有高阶的任务，像是规划、决策，还有控制冲动。正是这个新的强大的硬体结构，赋予了我们一项其他动物，就算是大猩猩或海豚都没有的独特超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一个内建的经验模拟器。这个经验模拟器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它让我们可以在脑中预先体验各种未来，而不需要真的去经历它。这就像是飞行员在开真的飞机以前会先用飞行模拟器练习一样，我们可以先在脑中试驾各种未来的剧本。这个能力真的是人类演化上的一大步，它的重要性，我认为完全不亚于我们学会用火。你想想看，为什么从来没有冰淇淋店推出肝脏洋葱口味？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出来发现超难吃才下架，而是因为我们光是用想的，用我们的经验模拟器跑一遍，就能预测那个味道肯定很恶心，对吧？这就是模拟器在运作，它帮我们避开了超多潜在的灾难。好，既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模拟器，现在就来做个小测试，请你花个几秒钟，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下面这2种未来让你选，你会选哪一个？不要马上回答，用心感受一下，在你的脑中用你的经验模拟器模拟一下这2种情境会是什么感觉。准备好了吗？好，情境 A， 赢得3.14亿美元的乐透，我刚换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将近100亿台币。情境 B， 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终生都需要跟轮椅为伍。我知道这个选择题根本是送分题，对吧？一个是人生巅峰，财富自由，想干嘛就干嘛；一个是跌落谷底，行动不便，人生好像毁了。你的模拟器肯定马上就告诉你答案了，想都不用想。但事情真的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吗？重点来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个经验模拟器，其实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的预测准确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关于刚刚那2个极端的人生事件，真实的研究数据可能会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准备好哦，我们继续看下去哦。按照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模拟器会画出这样一张图：赢得乐透的人，快乐指数会瞬间飙到顶点，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都在夏威夷度假。而不幸瘫痪的人，快乐指数会直接跌到谷底，人生从此一片灰暗，再笑不出来了。我们都认为这2者之间的快乐程度会有天壤之别，而且这个巨大的差距会持续很久很久，甚至是一辈子。但是真实的数据是这样，你没看错，科学家真的去追踪了这2组人，发现在事件发生1年之后，乐透得主和下半身瘫痪者，他们回报自己对生活的整体快乐程度竟然一模一样。对，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结果真的超级震撼，对吧？这表示我们大脑对于未来事件会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预测的完全失准。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影响力偏差。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经验模拟器会系统性的高估未来事件对我们情绪的影响，不管是影响的强度还是持续的时间。而且这对好事跟坏事都一样。我们总觉得拿到理想大学的 offer 会让我们快乐一整年，但其实可能嗨个几周就习惯了。我们也觉得跟交往多年的对象分手会让我们心碎一辈子，但多数人几个月后也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这个偏差让我们不断追逐那些我们以为会带来巨大快乐的事，同时也过度恐惧那些我们以为会带来毁灭性痛苦的事。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还能跟一个亿万富翁一样快乐？这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快乐其实有2种。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快乐的看法。我们一直以为快乐是需要向外寻找的，像是一种宝藏，你必须找到对的工作、对的伴侣、对的房子才能得到。但其实快乐也可以被我们自己由内而外的制造出来。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一套心理免疫系统，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帮我们抵抗细菌、病毒一样。这个心理免疫系统是一系列我们自己根本没察觉到的认知过程，它会自动帮助我们重新诠释、重新建构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觉更好。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内建的快乐制造机。尤其是在我们遇到逆境、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它就会自动启动，帮我们找到积极的意义，合成出快乐。所以这就带出了2种快乐。天然的快乐就是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所感受到的快乐，比如说你吃到期待已久的美食，买到最新的 iPhone， 那种快乐就是天然的。而合成的快乐则是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时，由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为你制造出来的快乐。我们社会普遍有个迷思，觉得这种合成的快乐是次等的，是自我安慰，是阿 Q 精神，是酸葡萄心理，不是真正的快乐。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几个真实到不可思议的例子。这位是 Jim Wright， 他曾经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政坛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仅次于总统。但后来因为一桩财务丑闻，被迫辞职，可以说是身败名裂，从权力的顶峰直接跌落。但很多年后，当他回顾这件事时，他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吓一跳。他说：“我在身体、财务、心灵以及几乎所有方面都比以前好太多了。”这听起来超不可思议吧？一个失去一切的人，竟然觉得自己过得更好了。这就是合成快乐的力量。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这位叫 Maurice Beacom 的老先生，他因为一桩他没有犯的罪，被关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里整整37年。他进去的时候才41岁，出来已经78岁了。他错过了网络时代，错过了个人电脑的发明，他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在牢里度过。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充满怨恨吗？不，他说：“我没有1分钟的后悔。”那是一段光荣的经历。光荣的经历，这真的太强大了。他的心理免疫系统把他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光转化成了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体验。最后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是 Pete Best， 披头士乐团最初的鼓手。就在披头士即将席卷全球，成为史上最伟大乐团的前一刻，他被开除了，由林哥斯达取代。他错过了这一切的名声、财富跟历史地位。这换作是谁，可能都会后悔一辈子吧。每天看着电视上的前团员，心里肯定五味杂陈。但多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我比当初留在披头士还要快乐。”这3个例子都完美地展示了我们的内心有着惊人的能力，能在最不如意的处境中制造出真实而且持久的快乐。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哎呦，阿修，这些人不就是自我安慰，在催眠自己吗？这不是真的快乐的啊！这也是大部分人的反应，非常正常。所以科学家们就设计了一个超级巧妙的实验，要证明这种合成的快乐是真实发生，而且是在我们无意识中自动进行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骗自己的故事。这个经典实验是这样做的：首先，研究人员会请受试者对6幅印象派画家莫内的复制画，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进行排序。接着，他们会告诉受试者，为了感谢你参与实验，你可以从你排名第3和第4的画作中选1幅带回家当礼物。这是一个有点困难的选择，对吧？因为这2幅你都还算喜欢，但又不是你的最爱，所以需要挣扎一下。
选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可能是15分钟，也可能是几天后，研究人员会再请受试者重新对这6幅画排序一次。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所有人都会把自己选择带回家的那幅画排名往上调，然后把自己当初放弃的那一幅画排名往下调。这就是快乐被合成的过程。你的大脑会自动帮你美化你的选择，你会开始想，我选的这一幅果然比较好看，它的光影处理的真棒。然后觉得，我没选的那幅，现在看看也还好嘛，构图有点普通。但最强的证据在这边，研究人员对一群住在医院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病人做了完全一样的实验。这些病人因为大脑伤伤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你跟他聊完天，离开房间5分钟再回来，他就不记得你是谁了。实验结果显示，这些完全不记得自己当初选了哪一幅画，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拿到画的病人，他们重新排序的结果竟然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他们也把自己拥有的那幅画评价变高，放弃了那幅评价变低。这就证明了合成快乐不是你在说服自己，而是你的大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为你工作。它是一个底层的、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既然我们有这么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能帮我们在逆境中合成快乐，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快乐呢？答案可能让你非常意外。那个我们现代社会最推崇、最追求的东西，也就是选择的自由，既然可能是合成快乐的最大敌人。这听起来很矛盾，对吧？自由不是好事吗？越多选择不是越好吗？但心理学家发现，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在我们无路可退，觉得自己被困住的时候运作得最好。当你被困在一个无法改变的处境时，你的大脑才会全力启动，去帮你发现这个处境的好。这就像谈恋爱跟结婚的差别。你去约会，发现对方吃饭会发出声音，你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因为你有很多选择。但如果你结婚了，发现另一半会这样，你可能就会告诉自己，哎呀，他人很好啦，很顾家，这点小事没什么。你会想办法让自己对这个无法轻易改变的选择感到满意。哈佛大学的一个摄影课实验完美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让学生拍一堆照片，然后选出2张自己最喜欢的洗出来。接着学生必须从这2张中选一张带走，另一张要上缴作为课程档案。实验分成2组， A 组被告知他们在4天内随时可以反悔，回来换成另外一张照片。 B 组则被告知一旦选了就不能再改了，选择是永久的、不可逆的。几天后，研究人员打电话去问学生对自己带走的照片有多满意，结果发现 B 组，也就是选择无法反悔的学生，对他们照片的满意度远远高于 A 组。A 组的学生因为一直想着我是不是选错了，另一张是不是比较好，要不要去换回来，反而没办法好好享受自己的选择。但整个实验最讽刺也最关键的部分来了。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问新一批的学生，你们会想参加哪一组的课程？是有反悔机会的，还是不能反悔的？结果有高达2/3，也就是66%的学生选择了那个可以反悔的选项。这也就是那个后来被证明会让人们对自己的选择更不满意的选项。你看，我们就是这么矛盾的生物，我们渴望拥有那个最终会让我们不快乐的选项。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傻，我们错误地以为保留选择的弹性会让我们更快乐，但事实正好相反。所以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中过多的选择自由，是不是反而让我们变得不快乐了呢？当你花了好几个小时在 Netflix 上滑来滑去，却选不了一部电影来看，最后干脆关掉不看了。当你在交友软体上永远觉得下一个会更好，而无法对眼前的人做出承诺。当你买了东西，却一直担心是不是买贵了，在7天鉴赏期内要不要退货。这些时候，是不是都是选择的自由在剥夺你启动心理免疫系统、合成快乐的能力？最后，我想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写下的一句话来做结尾。他说，人类生活痛苦与混乱的主要来源，似乎来自于高估了一种永久状态与另一种之间的差异。这句话真的充满智慧。它不是说选择不重要，中乐透当然比贪玩好，
我们的偏好当然可以指引我们，但是当我们过度高估不同选择之间的快乐差异，觉得非得选到那个最好的选项才能快乐时，我们就陷入了影响力偏差的陷阱。有节制的野心能让我们快乐的工作，但无止境的野心会让我们不断比较、焦虑，甚至不择手段。当我们明白自己拥有合成快乐的超能力时，或许就能用更从容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并且在做出选择后勇敢地投入其中。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的大脑有一个经验模拟器，但它在预测未来情绪时有严重的影响力偏差，会高估事件的冲击强度和持续时间。第二，快乐有两种，天然的跟合成的。我们内建的心理免疫系统能帮我们制造合成的快乐，而且它跟天然的快乐一样真实，一样有价值。第三，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点，过多的选择自由，随时可以反悔的选项，反而会阻碍我们合成快乐的能力。因为当我们无路可退时，心理免疫系统才会发挥最大作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